有没有一款游戏能够让你感觉自己无所不能？这款在2009年由动视发行的游戏《虐杀原型》，让无数玩家体验到能够在高楼大厦飞檐走壁、轻松举起汽车扔向敌人的感觉。主角强大的生命力，更是让你在面对普通士兵密集火力覆盖的时候，不用放大镜，你甚至都看不出血条在掉。就算是直升机的导弹以及坦克的主炮轰击，也只是被炸飞一小段距离。抓住敌人或者路人，还能吸收他们的记忆和能力，甚至变成他们的样子进行伪装。除此之外，主角的双手还能变成刀刃、利爪等各种形态，以及能够覆盖整片战场的大招。在这些变态技能的加持下，让屏幕前的玩家们大脑疯狂分泌多巴胺。什么叫无所不能？这就叫无所不能。然而就在许多玩家沉浸在游戏开局的曼哈顿街头，肆意享受超能力所带来的畅快感的时候，却忽视了主角艾利克斯·莫瑟到底经历了什么，才成为了玩家心目当中神一般的存在。今天我就来给大家讲一讲虐杀原型 A 哥的故事。大家好，我是修片狂魔，欢迎来到食物链的顶端。故事要从病毒肆虐曼哈顿的第18天以前说起。在一所病毒武器研究公司的停尸房内，两名科学家正准备解剖艾利克斯的尸体，即将下刀的时候，艾利克斯却活了过来。科学家见到这种情况，立马惊恐地夺门而逃。刚刚苏醒的艾利克斯失去了以前的记忆。当他来到大楼外的时候，迎接他的却是严阵以待的士兵。士兵毫不犹豫就扣动了扳机，可艾利克斯却毫发无伤地纵身一跃逃离了这里。在他体内某种特殊能力的驱使下，让艾利克斯发现自己可以吸收别人，并且模仿他们的样子，获得他们的记忆。在吸收掉一名士兵以后，艾利克斯回忆起自己还有一个妹妹叫达娜。为了找回自己丧失的记忆，艾利克斯来到了妹妹的家里，发现达娜竟然被一名士兵挟持。在解决掉士兵以后，达娜告诉艾利克斯，原来这一切都和一所名叫简泰克的病毒武器研究公司有关，而那些想要抓捕自己的士兵，正是名叫黑色守望的军事组织。达娜和艾利克斯来到一间安全屋以后，结合之前发生的事情推测，艾利克斯曾经住过的公寓可能会有新的线索。随后他回到家中，看见墙上挂满了照片，让艾利克斯回忆起自己曾经有个女友名叫凯伦。就在这时，黑色守望引爆了公寓提前埋好的炸弹，可爆炸不仅没有杀死艾利克斯，还让他顺藤摸瓜找到并吸收了那个下令引爆炸弹的人。通过记忆，艾利克斯知道了自己身体里有着某种可怕的病毒。黑色守望下令不计一切代价也要抓到他，而艾利克斯现在的目的也明确了，他要搞清楚这一切的起因和自己失忆的源头，并且要找到需要为此负责的人。艾利克斯的心里也由此埋下了一颗复仇的种子。回到妹妹达娜所在的安全屋，通过艾利克斯曾经使用过的电脑上发现，一个叫伊丽莎白·格林的女人似乎和这一切有着某种关联，并且此时她正被隔离在简泰克的大楼中。可当艾利克斯来到大楼想要救出格林的时候，眼前发生的一切却让他震惊不已。伴随着格林的离开，名为猎手的变异怪物出现在了艾利克斯的面前，并将他视作猎物。城市中的病毒也伴随着格林的出现彻底爆发，而病毒的源头似乎就指向了这个女人。在艾利克斯摆脱掉猎手的追击以后，他来到了前女友凯伦的面前。凯伦愿意帮助艾利克斯尝试找到治愈病毒的方法，但前提是需要收集到足够的病毒样本。于是艾利克斯开始在城市各处收集样本。另一边，黑色守望也加大了抓捕艾利克斯的力度，他们在重要的关口布置了能够侦测病毒的探测器。随后，黑色守望派出了一名叫克罗斯的上尉与艾利克斯展开了战斗。然而再厉害的上尉也只不过是个普通人。就在克罗斯快要被艾利克斯杀掉的时候，他用回忆刺激艾利克斯分心，趁这个机会，克罗斯将一种生化药剂注入艾利克斯的体内，这导致艾利克斯除了力量和速度以外，其他特殊能力都无法使用。艾利克斯逃脱以后，回到妹妹达娜的安全屋。达娜告诉艾利克斯，有一位叫拉格兰的医生或许有办法治好他。随后艾利克斯前往圣保罗医院，找到了拉格兰医生。在拉格兰医生的帮助下，艾利克斯通过将提取的病毒样本注射进猎手的体内产生抗体，最后再将它吸收，成功的恢复了自己的特殊能力，并且还进化出了覆盖全身的盔甲。但就在艾利克斯回到安全屋，刚刚见到达娜的时候，一只体型更大的超级猎手突然出现，带走了达娜。艾利克斯紧接着追了出去，可终究还是在众多猎手的阻拦下跟丢了。艾利克斯不明白为什么格林要抓走他的妹妹，但他现在也明确了方向，只要找到并吸收掉格林，就能明白自己身上发生的一切。为了救回达娜，艾利克斯寻求拉格兰医生的帮助，并得知只要找到一只跟抓走妹妹一样的超级猎手，并将它吸收掉，就能知道格林的具体位置。随后艾利克斯吸收了超级猎手，获取到了他的记忆，知道了格林所在的大楼，在驾驶重型坦克轰开被坚硬物质包裹的大楼。艾利克斯终于进入到了建筑的内部，而此时格林也从暗处走了出来，随即两人便大打出手。艾利克斯趁近身的机会，将之前自己被注射过的生化药剂注射到了格林的体内，但药剂却很快被格林排出体外，并且形成了一只可怕的猎手之王。格林却趁这个机会悄悄逃走。惨烈的战斗过后，艾利克斯打败了猎手之王，成功的
的救出了妹妹达娜。就在他带着妹妹离开的时候，猎手之王剩下的身体组织却动了起来，这也表示他还没有彻底死亡。在将达娜交给拉格兰照顾以后，艾利克斯在电话亭接到了一个神秘人的电话。这个神秘人对艾利克斯说出了所有事情的真相。原来40年前，黑色守望在爱达荷州的希望镇进行了一项名叫黑光的人体实验计划。实验一开始并没有什么异常，可就在他们放松警惕的时候，能够让人变得如同丧尸一样的病毒瞬间爆发，并且感染了整个小镇。但唯独只有伊丽莎白·格林幸存了下来。发现完美宿主的黑色守望带走了格林，并投下核弹将希望镇夷为了平地。多年以后，简泰克公司创立并重启了黑光计划。他们在格林的身上研究起了病毒的新型进化品种，而艾利克斯和他的前女友凯伦也是在这个时候加入的简泰克公司。随着公司研发取得进展，公司便开始着手计划清理知晓内情的工作人员。为了保命，艾利克斯偷取了一瓶病毒样本逃离，决定将黑光计划公之于众。但他却在车站被黑色守望拦住。走投无路之下，艾利克斯摔碎瓶子释放了病毒，自己也被当场射杀。这也为曼哈顿的病毒大规模爆发埋下了伏笔。也就是说，艾利克斯其实早就已经死了，现在的他只不过是有着艾利克斯记忆的黑光病毒而已。艾利克斯的前女友凯伦在知晓真相以后，也因此背叛了他，所以才导致之前艾利克斯被克罗斯注入了生化药剂。知晓了这一切真相的艾利克斯，如今要做的便是去找到那些造成这一切的人，让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之后，艾利克斯在神秘人的指引下，用血液毒素逼出了藏在地下的格林，格林却变成了一只形状怪异的巨大生物。在经历了漫长且艰难的战斗过后，艾利克斯成功抓到格林并将它吸收。紧接着，艾利克斯假装被黑色守望抓获，顺利的来到了简泰克公司的创始人麦克马伦面前。但麦克马伦为了不让艾利克斯吸收自己，选择了自我了结。做完这一切，神秘人也终于现身了。原来他就是那个之前给艾利克斯注射过生化药剂的克罗斯。克罗斯告诉艾利克斯，黑色守望已经无法控制眼前的局势，他们打算用核弹将曼哈顿彻底清零。为了不让曼哈顿成为第二个希望镇，艾利克斯变成了一个正在被搜捕的逃兵，并与克罗斯一起来到了装有核弹头的航空母舰上，顺带吸收了黑色守望最高指挥官兰德尔。而克罗斯也在这个时候变成了之前没有被杀死的猎手之王。原来之前猎手之王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利用艾利克斯铲除一切后患。现在他只需要吸收掉艾利克斯，这个世界便再也没有东西能够威胁到他。如果艾利克斯不能杀掉猎手之王，那么核弹的爆炸将会吞没整个城市。在拼尽全力的战斗过后，猎手之王倒在了艾利克斯的脚下。见时间已经不多，艾利克斯立马登上直升机，将核弹带离曼哈顿，并丢进了大海的深处。可是核弹爆炸的威力最终将艾利克斯吞没。不久后，位于曼哈顿海边的街道上，一只乌鸦被一块碎肉吸收，并逐渐变成了人类的样子。艾利克斯再次复活了过来。从艾利克斯在停尸房苏醒的那一刻，他便一直在寻求真相，但在最终找到真相以后，得到的却并不是自己想要的答案。现在的他意识到自己已经不能称之为人类，但同时也成为了超越人类的存在。或许现在的他觉得可以用这份无所不能的力量，为这座病毒肆虐的城市做点什么，至少在他还没有彻底看透人性的黑暗面之前。如果你当年在网吧没有能够玩过这款无所不能的游戏，那么你一定玩过它的续作。同样是在高楼上随意穿梭，同样是在城市里肆意杀戮，相信许多玩家当时在游玩的过程中并没有注意到其中的剧情。今天狂魔就来给大家讲述这部《虐杀原型2》，欢迎各位来到食物链的顶端。在黑光病毒爆发的1年以后，纽约开始了病毒的第2轮爆发。在这1年的时间里，艾利克斯·莫瑟已经彻底看透了人性的黑暗面。简泰克公司也顺理成章地将新一轮爆发的病毒取名为莫瑟病毒，并将这次病毒的起因归结到了艾利克斯的身上。如果想要了解黑光病毒为什么爆发，可以看狂魔讲述的《黑光病毒1》的剧情。而这一作的主角名叫詹姆斯·海勒，他的妻女死在了病毒的第2次爆发当中。因为这件事情失去了一切的海勒下定决心势必要手刃艾利克斯。然而就在他们的小队执行任务的途中，一辆汽车狠狠地撞向了海勒所在的坦克，猛烈的撞击过后，只有海勒一个人活了下来。这时艾利克斯从天而降，海勒一眼就认出了这个害死他妻女的仇人，于是他抽出匕首就要与艾利克斯拼命。但凡人之躯又怎么能够比肩神明？艾利克斯轻松的就制服了海勒，但他并没有杀死海勒，而是将黑光病毒注入了他的体内。当海勒再次醒来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了简泰克公司和黑色守望的试验品，试图研究出海勒体内病毒的作用。但出乎意料的是，海勒完美融合了黑光病毒。军方不想再出现一个艾利克斯，于是下令烧死海勒。不过一切
切都是徒劳而已。海勒直接砸碎玻璃逃出了实验室。就在逃跑的路上，他再次遇见了艾利克斯。艾利克斯告诉海勒，前后2次病毒爆发都不是他做的，一切的始作俑者正是军方。军方为了掩盖真相，强行把责任推给了他。海勒的妻女也不是他害死的。随后，艾利克斯希望海勒能够与自己一起对抗简泰克公司和黑色守望，只要海勒准备好，艾利克斯就会再次出现。对此，海勒并没有完全相信，半信半疑的他前去教堂找到了好友古拉神父。海勒将他身上所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神父，希望知晓一些情报的神父能够为他提供帮助。于是神父也证实了军方正是罪魁祸首，简泰克公司负责研究病毒，而黑色守望的军队就负责抓获无辜的平民来进行实验。既然是军方导致了妻女的死亡，那么海勒自然是要让其付出代价。于是海勒开始了对黑色守望的报复。他通过吸收军方的人员，发现当时在实验室对他进行实验的人，这是黑色守望在纽约的最高指挥官鲁克斯上校以及简泰克公司的科尼格博士。中途海勒吸收了黑色守望在华盛顿区域投放的名为格斗者的变异体，成功进化出了利爪。之后海勒在神父提供的情报下，变成士兵的模样，进入了鲁克斯上校所在的基地。可就在他想要动手的时候，被一旁的士兵打断，再次回头却发现鲁克斯已经不见了踪影。好在通过之前鲁克斯下达的命令，海勒发现简泰克公司正在难民的身上进行第一阶段名叫长影的活体实验。于是海勒为了阻止这些丧心病狂的科学家，将他们培育出来的变异体通通打败并吸收。海勒因此进化出了卷须的形态，以及获得了护盾的技能。因为海勒破坏了长影计划，黑色守望就打算对神父下手。好在海勒及时赶到教堂，将神父救走，并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没有了后顾之忧。海勒再次通过神父提供的线索，来到了之前那个对他进行实验的科尼格博士面前。但没想到的是，科尼格竟然说自己是被逼无奈才为简泰克公司做事，并且此时他们正在研究一种针对海勒的超级士兵。可能是想到当初在实验室，科尼格博士曾极力阻止鲁克斯上校杀掉自己，海勒也就暂且相信了他说的话，前往了超级士兵的实验基地。在接连杀死了1代和2代的超级士兵以后，海勒进化出了超大范围的毁灭者技能，将实验基地的所有军方人员屠戮殆尽。但海勒最后通过吸收项目负责人才发现，原来这个狡猾的科尼格博士才是幕后黑手，他只不过是想借超级士兵来除掉海勒而已。得知了真相，愤怒不已的海勒来到了科尼格的面前，本想吸收眼前这个罪魁祸首，但没想到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科学家竟然直接一拳将自己打飞。原来科尼格博士早就被艾利克斯注入了黑光病毒，并且为他效力，在实验室保护海勒也只是因为艾利克斯的原因而已。而现在科尼格打算杀掉海勒，在艾利克斯的面前证明自己。当然科尼格没有能够证明自己，经过不断的进化，海勒的实力早已超越了普通的变种人，他轻松就打败了科尼格，并将这个戏耍自己的人吸收。因为失去了一位得力助手，艾利克斯再次出现，但他并没有要动手的意思，而是对海勒说出了他的计划。原来不管是在简泰克还是在黑色守望，都有他的耳目，这些人被他改造成了变种人并为其效力。随着变种人大军的数量增加，艾利克斯就能把军方连根拔起。可当海勒质疑起病毒是否会一起消失的时候，艾利克斯只是说一切都在计划之中。海勒对此并没有选择相信，而之后所发生的事情也印证了海勒的想法。神父从一位代号名叫雅典娜的线人那里得知了真相，他们从一段录像中得知，导致第2次病毒爆发的凶手正是艾利克斯。海勒在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发誓要杀掉艾利克斯。为了阻止艾利克斯创造变种人大军的阴谋，海勒通过搜索脑海中的记忆，找到了一个叫格洛维的人。这个人正是艾利克斯安插在简泰克公司的首席财务官，但这个格洛维却说自己能够帮助海勒追踪他想要找到的人。见这个人还有一定的作用，海勒索性留他一命。之后通过神父和格洛维提供的情报，海勒得知了黑色守望研发出了一种名叫白光的黑光病毒解药。但随着调查的深入，海勒发现这个所谓的白光早就在艾利克斯暗中操作下成为了另一种意义上的黑光病毒，而且简泰克公司已经打算在整座城市释放白光病毒，一旦释放，所有人都会被感染。就在海勒想要阻止的时候，艾利克斯又再一次出现，他觉得自己给了海勒恩赐，但海勒却完全不领情，一次又一次的破坏他的计划。于是他打算吸收掉海勒，可没想到的是，海勒竟然靠着对妻女的那份执念，强行终止了艾利克斯吸收自己。见无法杀死海勒，愤怒的艾利克斯决定开始折磨海勒。他先是放出了巨大的变异体拖延海勒，自己则前去找到神父并将其杀死。当海勒来到神父面前，却已经为时已晚。就在他陷入极度悲愤的时候，那个神父的线人雅典娜联系到了海勒。原来这个线人竟然正是艾利克斯的妹妹达娜，并且达娜声称海勒的女儿玛雅其实并没有死。得知这个消息，海勒重新振作了起来，他立即出发来到了达娜所在的安全屋。达娜告诉海勒，他的女儿玛雅现在就在感染者最多的红色区域的某个地方。心中担忧不已的海勒当即就要前去寻找女儿，但是当务之急是需要阻止艾利克斯毁灭城市。如果白光病毒一旦释放，那么女儿玛雅也会受到牵连，海勒自然不会让女儿再一次离开自己。于是他将装有白光病毒的容器全部丢进了焚化炉烧毁。可因为白光病毒计划的破灭，黑色守望决定牺牲城市中的150万人，执行密集轰炸整座城市的火鹰计划，以此来彻底根除黑光病毒的蔓延。之后海勒在达纳提供的线索下，通过变化成鲁克斯手下的中尉，成功的找到了藏在指挥中心的鲁克斯上校。就在海勒要动手的时候，却听到鲁克斯正在询问自己的妻子女儿最近怎么样了。或许是出于同为父亲的感受，海勒没有对鲁克斯下杀手，但因为他的犹豫导致鲁克斯
发现了端倪。之后，鲁克斯再次与海勒变成了中尉见面，见身份已经被识破，海勒索性变回自己的模样，他依旧没有选择动手，只是以一个想找回女儿的父亲的身份，希望鲁克斯不要阻拦自己。不久后，火鹰计划正式启动，海勒为了阻止这场无差别的屠杀，不断的奔走在城市的各处，击落那些装载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直升机，最终成功的阻止了火鹰计划。这时，一直为海勒提供线索的格洛维却想和海勒离开这个地方，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但一心只想救女儿的海勒可不会选择和艾利克斯的手下在一起。如今，艾利克斯与黑色守望想要摧毁城市的计划都被海勒终结，但女儿却没有了消息。就在海勒一筹莫展之际，鲁克斯联系到了海勒，他告诉海勒，想要女儿就去简泰克总部找他。海勒瞬间失去了理智，完全不顾达纳阻拦，拼尽了所有的能力，一个人杀进了简泰克的总部。就在他与鲁克斯对峙的时候，可能是因为他们都有着自己的女儿，又或许是海勒2次都放过了他，鲁克斯直接杀掉了自己的手下，任由海勒去救女儿玛雅。当海勒进去以后，竟然发现之前对他表白的格洛维已经挟持了玛雅，并且直接带着玛雅去见艾利克斯。见到这一幕，海勒心中的怒火达到了顶峰，他一路追赶来到了艾利克斯的面前。艾利克斯早已带着手下的变种人等候多时，他也对海勒解释了自己为什么要做出这一切的原因。艾利克斯早已看透了人性的黑暗面，他知道人性是停滞不前的。艾利克斯其实早已经死亡，他现在也只不过是一个拥有艾利克斯记忆的黑光病毒而已。就连妹妹达娜也背叛了自己，所以他选中了深爱女儿的海勒，并且不断的培养海勒的能力以及他对自己的恨。只要海勒吸收自己，那么这个世界将会得到彻底的平静。于是艾利克斯吸收了自己所有的手下，让自己的状态达到了极限。海勒没有丝毫怯懦，与艾利克斯站在了一起。很明显，艾利克斯放水了，海勒砍下了艾利克斯的手臂，并将他完全吸收进体内。而这一刻，黑光病毒真正的站在了食物链的顶端，吸收了艾利克斯的海勒瞬间爆发出了无数的触须，触须蔓延到了整座城市，将所有感染者杀死。一切都已结束。海勒在见到女儿玛雅的时候，却因为体外涌现的黑光病毒，让玛雅不敢靠近。见到女儿的反应，海勒索性将女儿交给了达娜照顾，自己则独自一人离开这里。让人欣慰的是，女儿最后上去抱住了父亲，海勒也终于能够再次和女儿在一起。至于未来的路，将会遥遥无期。我是秋天狂魔，咱们下期再见。